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近年来，癌症的发病率日创新高，并且逐渐的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很多人一提到癌症都视若洪水，唯恐被其沾染上，这些无一不显示出癌症的可怕。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患上癌症，在中国患癌人数高达了457万人，排名世界第4。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让人不禁的深思，为什么中国患癌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医学专家认为是环境污染导致，也有一些人认为是食品不安全导致的，甚至还有的医生认为是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导致的。这些都有可能，同时也恰恰的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干的小事，洗碗。据调查显示，洗碗时的3个坏习惯会直接的导致癌症。看看你占了几个。1. 不洗碗筷。当我们忽略洗涤碗筷这个看似简单的日常习惯的时候，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微小却潜在健康危险的源头。残余的油脂和食物残渣在未清洗的碗筷上形成了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这样的环境无疑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温床。这个潜在威胁不仅仅在于微生物的存在，更在于微生物的繁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些致癌物质。这些致癌物质如同隐匿的毒蛇，悄悄地渗入到我们的食物，成为我们不易察觉的健康威胁。尤其是对于50岁以上的人群而言，这可能是一个额外的负担，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系统逐渐的减弱，对于潜在的威胁应对能力也相应的降低。不洗碗筷可能会导致交叉感染，增加一些癌症的风险。当我们将未清洗的碗筷放在一起的时候，微生物可能会在不经间的传播，尤其是在家庭成员中。这种情况下，胃癌等癌症的风险可能会因为交叉感染而增加。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养成洗碗筷的好习惯。每次用过的碗筷后要及时的清洗干净，尤其是油腻食物残渣更要的彻底清理。可以使用洗碗液和热水，确保碗筷表面没有残留的油脂和食物。定期清洗餐具的存放地也是很重要的，碗筷架或者是筐应该保持干燥，避免潮湿的环境成为微生物滋生的场所。定期的更换洗碗布和厨房用具也是减少微生物滋生的有效手段。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养成洗碗筷的好习惯，不仅仅是为了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更是为了预防潜在的健康风险。通过科学的洗碗方式，我们能够减少微生物的滋生，减低接触致癌物质的可能性。2. 滥用洗涤剂。一些洗涤剂中含有2,2英和芳香化合物。2,2英及2氯化2丙并2,2英是一类有机氯化合物，它们的结构和性质使得它们在环境中难以降解，因此被称为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而这种持久性可能就是潜在危害的开始。当2,2英进入到人体后，它有可能在体内蓄积，并逐渐的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反应。2,2英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确定为1级致癌物。长期的接触2,2英可能会导致多种的癌症，特别是肝癌和皮肤癌等。我们身边的洗涤剂中最常含有的一类被称为是芳香化合物的成分，这些化合物质主要是起到添加剂的作用，赋予洗涤剂独特的香味。这类化合物质通常是有机化合物，具有挥发性，因此能够在洗涤剂中迅速地释放出香味。然而，这也意味着我们使用洗涤剂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长时间的接触这些挥发性的物质。长时间的接触芳香化合物可能对人体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一些芳香化合物可能对呼吸系统和皮肤造成刺激，尤其是对于那些对化学物质过敏或者是敏感的人群。呼吸系统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而过度的芳香化合物可能会引发呼吸道不适，甚至诱发哮喘等呼吸道的疾病。芳香化合物还可能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在长期的接触下，一些人可能会出现皮肤过敏、瘙痒或者是红肿等不适症状。尤其是那些非标准的洗涤剂，
这些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可能会使一些未经过严格检测的化学成分，这些成分可能包括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与标准的洗涤剂相比，这些非标准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可能是无法得到保障。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使用含有超过安全标准的化学成分的洗涤剂，可能会导致慢性中毒。这种中毒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在长时间的积累下逐渐的呈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身体可能逐渐无法有效地排除这些有害的物质，进而影响到我们生理和代谢过程。慢性中毒的一个潜在后果是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一些化学物质可能会对我们的细胞产生损害，甚至引发基因变异，这都是癌症发生的一些可能途径。但并非所有的洗涤剂都具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需要对选择的产品保持警惕。为了降低潜在的健康风险，我们可以选择使用经过认证的环保产品。这些产品通常会经过严格的检测，确保其成分对人体健康无害。我们在使用洗涤剂的时候也要注意适量使用，避免过量的浸泡和长时间的接触。过度的使用洗涤剂不仅会增加化学物质进入我们体内的机会，还可能导致皮肤敏感等的问题。3. 碗筷未干就收起。湿润的环境是细菌繁殖的理想场所。当我们清洗干净碗筷后，如果没有等待它们完全干燥就匆匆地收拾起来，就是为细菌提供了一个温暖潮湿的场所。这种环境是它们生存和繁殖的天堂。细菌的存在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构成一定的威胁。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湿润环境可能会导致一些致癌物质的产生，其中黄曲霉素就是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例子。黄曲霉素这个名字或许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为人熟知。黄曲霉素是一种真菌，更被认为是潜在的致癌物质。在我们的生活中，湿润的环境可能隐藏在我们不经意间，比如浴室、厨房或者是其他潮湿的角落，而黄曲霉素往往在这些地方找到了它的家。黄曲霉毒素能够与细胞和 DNA 结合，形成 DNA 加合物，导致 DNA 的损伤和突变。这种影响可能成为癌症发展的一个潜在因素，因为 DNA 的异常可以引发细胞的异常生长和分裂。黄曲霉毒素还能够诱导基因的突变，导致正常的细胞调控系统失去平衡，使得细胞开始无控制的增殖，成为癌细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曲霉毒素主要在肝脏中代谢，在肝细胞中，毒素的影响可能导致慢性肝病的发生，并在长期暴露的情况下增加了肝癌的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的避免这一潜在的健康威胁呢？要等到碗筷完全的干燥再收拾。可以选择将碗筷架在通风良好的地方，确保它们能够迅速的干燥。如果家中条件允许，可以考虑使用热风或者是紫外线杀菌的设备，有效杀灭潜在的有害微生物。对于常年湿润的环境，比如是梅雨季节或者是潮湿的地区，更要加倍的小心，及时的清理潮湿的地方，保持家居环境的干燥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既能够避免细菌的滋生，也能够减少潜在致癌物质的产生。在我们吃完饭后要尽早洗碗，如果真的有很忙的事，也要尽量在1个小时内洗碗，避免细菌的滋生。而且在洗碗时要选择正确的洗洁精，用热水洗碗增加其溶脂去污的能力。在洗碗完成后，不要将碗筷搁在一起，而是将碗筷上的水迹擦干后，再将碗筷分开放在清洁干燥的橱柜里。预防癌症，让我们从正确洗碗开始，进而让我们行动起来，规避其他更多的不良习惯，从而让癌症病魔无从下手。健康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财富，让我们从洗碗这件小事做起。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